這是一座位於北京的要素過多的塔。按說它是遼國建造的塔，但民間傳說卻認為這座塔內藏着楊家將的尸骨。之後楊家將的副將孟良來到這裡試圖盜骨，卻誤傷了結義兄弟交贊，之後因自責而自盡，兄弟二人雙双殞命。這本是戏文裡的虛構故事，但你在塔的側面真的能找到孟良交贊墓，而且它明明是一座古塔，但你却能在塔上看到为人民服務5個字兒，古典與現代也交疊在了一起，所以說它要素過多。這座塔便是位於北京房山的昊天塔，又称良香多寶佛塔，它是北京现存的唯一空心楼阁式磚塔。此塔始建於遼協雍4年，也就是公元1068年，算到如今它已經有了近1000年的歷史。如今這裡既是全國重點文保單位，也是我們北京之旅中最浪漫的一站。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觉，就是在陰天有風要下雨還沒下雨的時候出門，就有一種特別浪漫的感觉。但是暴雨最好別真的来，不然就把氛圍破壞了。事實上我們那天也確實挺幸運的，上车之後才開始下雨，屬於是把陰雨天的浪漫給直接拉滿了。以及今天又是穿宋制漢服逛北京的一天，同行人是漢服同袍紅子，他今天穿的是宋明混搭，這2身衣服正對應這座塔背後的楊家將傳說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紅子。這次一定點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這個地方是北京的昊天塔，一會兒我們來好好的逛一逛。我們是2026年4月從周口店打車過去的，昊天公園有停車場，自駕過來也是可以的。到這邊之後發現，現場有商業街和遊樂場的輪廓，但實際上空無一人，連看塔的人都沒有，只有我們2個。一路登上去就來到了昊天塔區域，在必經之路上還能看到一座石香爐和配套的供桌，桌上還有佛寺常用的酥油燈。現在我們先去右邊的中庭，裡邊有一口大鐵鐘，這是一口1997年的古鐘。當初香港回歸的時候，人們順便重修了昊天塔，並鑄造此鐘以為銘記。如果轉到另一側，還能看到一塊民國的功德碑。看完這些，我們準備參觀昊天塔。看見這個高台了嗎？我們先別登上去，而是站在下邊，瞪大眼睛看上邊的窗戶，你就能看到為人民服務這5個字了。手機放大8倍就能看清楚。然後我們找個好的位置來看看塔身可辨認的構件。首先最下層是植物纹和狮形瑞獸交錯的造型，而且這些瑞獸的頭大都缺失或风化嚴重了。再往上看，則是每一面4個的小型捆門，每個捆門裡本該有個坐姿造像，但只剩下影子了，裡邊的造像也不見了。至於每個轉角的柱子區域，原本各有一個站姿的立式，但如今也嚴重殘損了。再往上看，這些磚仿木斗拱倒是比較完整，而且它們的造型比傳統的1斗3升拱要多出了一條滑拱。以上這些塔基位置的浮雕全都被多層的疊色岩給分割開來了，更上層的結構就簡單了，只有真門洞和假窗戶，此外啥都沒了。之後我們登上高台，抵達這座塔的正門，但這個正門是上鎖的，我們並不能進去參觀。至此我們就基本看完了塔的外觀。現在是時候聊一聊這座塔背後的故事了。首先我們來說說它的名字，昊天塔。昊天是什麼意思呢？這其實是對昊天上帝，也就是對玉皇大帝的簡稱。此塔始建於隋朝，名字是唐代定下的，現存的實物則是辽代重建的。因為這邊是宋遼交鋒的前線，所以有的資料說這座塔是一座軍事瞭望塔，但我們看了實物就知道，這絕不是主要功能。原因很簡單，雖然這是一座空心塔，但它的視野並不怎麼好，只有有限的炫動可用來瞭望。至於塔上的窗戶，則都是石頭做的假窗戶，想換個視角都不行。它更貼切的身份其實是佛塔。我們這一路過來所看到的諸多塔身浮雕以及沿途的贡品，都是佛塔身份的明證。因為遼國是信佛的大戶，所以建下的佛寺佛塔也不止1處2處，甚至連這個邊陲地帶也少不得要建上一座。提到邊陲，就不得不提到那個和邊陲強相關的楊家將傳說了。其中一個版本的傳說與昊天塔是直接相關的。在元曲昊天塔中，楊老令公與楊七郎死後，遼國將父子2人的骨屍焚毀，然後懸掛在昊天塔塔頂，每天派100個小兵輪流射箭，稱為百箭會。
父子二人只能托夢給楊六郎，然後楊六郎與副將孟良來到昊天塔，奪回父親和妻弟的骨灰。最後由五台山的楊六郎設計，殺死了策動此事的仇人，也就是辽將韩延壽。這個早期的傳說版本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孟良交贊的墓都在這裡，所以就不得不提到京劇《洪陽洞》裡的另一個故事。在這個故事中，遼人把楊老令公的骸骨放在了洪陽洞內，於是楊六郎的副將孟良前來盜骨，但他的结義兄弟交贊怕他孤身有失，便悄悄跟了過來，卻在黑暗中被孟良誤殺。此後孟良發現自己誤殺交贊後，便托老道將骨屍送至楊六郎處，自己則拔劍自刎。以上都是戲文中的傳說，但也確實和現實中的孟良交贊墓能對應得上。而在真實的歷史中，楊家將是真實存在的，但孟良交贊是不存在的，這是後世作家杜撰出的虛構人物。包括眼前這2座墓，大概率是後世看了戏文的人感嘆交孟二将的忠勇，便立下了這2座墳墓用以緬懷。孤身入敵國盜取古屍的傳說，與宋人渴望迎回徽欽二帝、洗刷淪陷半壁江山的恥辱又何其相似。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，這段故事便成為了一段集體性的民間記憶，並被一代代人傳唱到如今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